伊阿宋在希腊神话中是夺取金羊毛的英雄。话说是英雄，但实际上在神话中扮演的角色和渣男没差别。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生平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咬牙切齿，可谓是世纪渣男和小白脸，抛弃糟糠之妻的始祖。伊阿宋在英译是 Jason， 如果你有朋友是这个名字，那么你可以跟他讲神话里有个世纪渣男也是和你一样名字。为什么说伊阿宋是世纪渣男呢？这和他为了取得金羊毛而利用美狄亚，而后毫不犹豫地抛弃美狄亚离去的举动相关。在希腊神话中，伊阿宋是伊俄尔克斯国王，埃宋之子。埃宋是一位正直的国王，但性格过于优柔寡断，不适合统治强悍的底萨来，遂将其同母异父的兄长珀利阿斯迎入国内，藉由其力量平定叛乱。叛乱被平定之后，珀利阿斯被任命为埃宋的护卫队长，但野心勃勃的珀利阿斯将埃宋放逐出城，自己登上了王位。埃宋为了避免珀利阿斯坑害原本是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儿子，埃宋把孩子的出身隐瞒起来，对外声称孩子一出生就夭折。后来埃宋终于找到了贤者人马卡戎。卡戎在古希腊神话中是著名的教育家，他是多位希腊英雄的祖师，其中包括大力神赫拉克勒斯、珀尔修斯，乃至古希腊神话中几乎所有英雄都出自他的门下。小男孩眼神中的英气和他不幸的遭遇深深打动了这位长者。卡戎毅然答应了埃宋的恳求，把男孩取名为伊阿宋。他决心尽自己平生所能，将伊阿宋培养成才。伊阿宋也无愧卡戎的期望，他机智灵活，履历过人，英勇无敌，而外貌则像神祇一样俊美。在卡戎身边生活了20年后，他决心去伊俄尔克斯，要求珀利阿斯归还伊俄尔克斯的统治权。珀利阿斯装作愿意让位，但是他提出一个要求，如果伊阿宋成功在科尔喀斯取回金羊毛，那他一定会让出王位。然而他用心险恶地认为伊阿宋此行十分凶险，想必是十死无生。这个金羊毛究竟是什么神物，会可能威胁到学成归来的伊阿宋呢？金羊毛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无价之宝，它是对理想和幸福的追求的象征，所以无数人都想要得到它，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能成功。金羊毛的来源是一匹名叫克律索马罗斯的公羊，它身上生有双翼，其羊皮是纯金的，是亡灵的接引神赫尔墨斯送给云之女神涅斐雷的礼物。其女儿契俄柏后来嫁给科尔喀斯的国王埃厄特斯，而云之女神的儿子弗里克索斯将金公羊祭献给宙斯，然后把他的金羊毛送给了国王埃厄特斯。国王把金羊毛挂在战神阿瑞斯圣林里的一火橡树上，有火龙看守。为了夺取金羊毛，伊阿宋找来自己在卡戎认识的同窗，把各路英雄聚集在一起到科尔喀斯夺取金羊毛，其中包括赫拉克勒斯、阿波罗与缪斯女神的儿子俄尔甫斯、火神赫菲斯托斯七世孙、雅典国王之子特修斯。在希腊英雄的小帮手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指引下，伊阿宋找到船匠帮他们造了一艘坚固无比的大船。这艘船以在海水中永不腐烂的木料制成，可以容纳50名桨手，但是船身十分轻盈，可以由船上的成员扛着走。船只取造船者的名字而命名为阿尔戈号，意为轻快的船。据说这是希腊人驶向大海的第一艘大船。几经艰辛抵达目的地科尔喀斯，众神之母赫拉施法在城内降下浓雾，使伊阿宋及他的同伴能顺利进入宫殿。赫拉愿意帮助伊阿宋的原因是因为伊阿宋的叔叔珀利阿斯。珀利阿斯曾经在赫拉神殿杀死他的继祖母西德洛。火上加油的是，
希德洛逃进赫拉神殿是为了寻求庇护，因此珀利阿斯的举动使他成为了赫拉不共戴天的死敌。伊阿宋和同伴们决定先去觐见国王埃厄特斯。在宫殿中，伊阿宋巧遇那里的公主美迪亚。美迪亚是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孙女，身为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后裔，她有着十分高深的法力。天后赫拉在暗中帮伊阿宋牵线搭桥，因此英雄之母和赫拉盟友的雅典娜也在暗中参谋。雅典娜找来帮助的爱神厄罗斯飞到伊阿宋身后，用金箭射向美迪亚，使他深深爱上了伊阿宋。国王埃厄特斯知道伊阿宋是来取金羊毛后，国王心里想：你礼貌吗？上门要讨我媳妇的嫁妆。他告诉伊阿宋必须通过考验才能取得金羊毛，包括用2头喷火的公牛耕田，然后播种龙牙，还要打败龙牙长出来的巨人战士，最后需要在负责看守金羊毛的火龙眼皮底下取走金羊毛。意想不到的是，他的女儿美迪亚背叛了他。他给了伊阿宋一瓶魔油，并教导他如何打败巨人。伊阿宋则答应是惩后带他回希腊，娶她为妻。帮助伊阿宋拿到了金羊毛后，他还杀害了前来追赶的弟弟，并将其碎尸扔入大海，跟住伊阿宋离开，一起返回希腊。由于珀利阿斯认为伊阿宋将有去无回，他的王位将会更加巩固。在伊阿宋寻找金羊毛期间，他杀死了伊阿宋的父亲埃宋，母亲也上吊了结生命，而以下的男婴最终也被珀利阿斯杀害。于是伊阿宋便祈求美迪亚帮他报仇。美迪亚为了替丈夫报仇，对伊俄尔克斯王国的公主们谎称她能够帮助他们的父王恢复青春。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她将一只老绵羊杀死后扔到魔法锅里烹煮，结果锅中竟然蹦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绵羊。眼见此景，公主们都对美迪亚的高强法力深信不疑，从而劝诱已经年老的珀利阿斯到美迪亚的大魔法锅内洗澡，以重新恢复青春。公主们就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配合美迪亚杀死了他们的父王，让珀利阿斯在魔法锅中被活活烫死。随后伊俄尔克斯的王位理应是由伊阿宋来继承，不料希腊人对他们这种弑君篡位的行为非常不满，因此伊阿宋和美迪亚不得不流亡到克林斯，在那里度过10年，并生下2个孩子。10年后，伊阿宋不再爱自己的妻子美迪亚，要抛妻弃子和别国美丽的公主结婚。美迪亚曾经为爱情犯下那么深的罪恶，却不能够得到幸福。痛苦万分的她为了报复，用毒药设计毒死了别国公主。为了使儿子免于被该国家的士兵报复，同时为了打击伊阿宋，美迪亚狠心杀死自己2个亲生儿子。最终伊阿宋在绝望中度过，后来午睡时被埃尔戈船的掉落的重木砸死。讽刺的是，金羊毛号称是对理想和幸福的追求的象征，成功获得金羊毛的伊阿宋结局是那般的凄惨和绝望，最后排除宙斯、波塞冬这些没有节操的神明。你们认为伊阿宋是不是渣男界的始祖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想讨论的欢迎留言下来，最后别忘记点赞和关注。